这些机甲另一个我是在阻拦我们回去吗？总之，先解决掉他们。拥抱你的力量吧，希尔。哎，对不住了。似乎暂时不会再涌出来了。我们快回安全屋看看吧。门都被撬开了，这些人好粗暴啊！幸亏我出门之前把贵重物品都带上了，女武神规范手册、紧急发信器，还有我的手机。果然，这里也被洗劫一空了。苏莎娜，我记得你说过，这里也是临时治安维护所出借给你的。它原本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是原长空市警局的检材室，在长空市的崩坏发生后就荒废了。我那台生物证据分析仪也是从这里拿的。说到这个，对了，该不会存放生物信息的数据库也被毁掉了吧？我去检查一下。好，那我也用这段时间调查一下这里。说到底，无冒者为什么要袭击这里呢？财物被翻乱了，但好像没什么损失。看上去比较值钱的设备都还好好的，看来他们的目的至少不是金钱。啊？这究竟是……这是……这个是仿生一只，吊在门边，应该是无冒者的成员被苏莎娜准备的陷阱给，但为什么是仿生一只呢？果然。怎么了，苏莎娜？我去安全屋后面的储藏室看了一下，存放生物信息的数据库被破坏了，样本和器械也都被带走了。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这台分析仪了。接下来，就算提取到无冒者成员的指纹或者毛发，也没办法确认他们的身份了。等等，所以这才是他们的目的。可如果是这样……小空，你回来了。那个占据仓库的小偷已经被移交给警察了。然后我听说这里的战斗也结束了，就来和你们会合了。怎么样，希尔姐姐，有捉到无冒者的成员吗？让他们逃掉了。不如说，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留下来和我们作战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来这里也是抢东西吗？这么说来……还是不行，线索大概就只有这些了。这次也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不属于我们的指纹或者毛发，虽然现在就算找到也很难对比了，不会留下任何线索。
这就是无貌者的作风吗？可是，希儿姐姐不是发现了他们留下的一只吗？这样看，无貌者也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怪物，甚至还会受伤呢。不管是在进入长空室的时候，还是刚才和无貌者战斗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感觉到太强的压迫感。那只是因为希儿很强吧？这不只是战斗力上的感想，我总觉得他们的行动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周密，甚至可以说有不少可以被我们抓住的漏洞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又始终没办法捕获他们的具体行踪或者身份呢？不过，希儿姐姐，至少我们现在不是在原地踏步。那间仓库的主人在审讯室里已经交代了，和希儿姐姐说的一样，这几个月以来，他一直在大崩坏后被摧毁的制药公司厂房里偷取医用器械和药品，准备卖给黑市。之所以专门针对医疗用品，除了他自己有一些从业经验外，也因为他觉得现在大崩坏刚刚结束，医药品属于硬通货。世界上真的会有这种能从别人的不幸里看到商机的人呢？捕食猎物，吸收营养，是动物的天性。这是以前我的老师教给我的。不过老师也说过，我们之所以是人类而不是动物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只有天性，还有人性。他的老师很擅长教孩子呢。不过，我怎么记得……总之，有了他的证词，要确认赃物的流向就更简单了。接下来，警方也会顺藤摸瓜，继续展开调查。可是，之前的袭击事件里被抢走的赃物都还在无貌者那里吧？就像是羊入了虎口一样。赃物，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协调。目前得到的情报似乎彼此之间都有着隐隐约约的关联，但是我却还没有把它们转化成一个固定的结论。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像是大家常说的那样，找到一个思维盲点，或者换一个视角。不，现在的我一个人也能做到，和敌人的战斗也好，思考对策也好，我应该能得出我自己的答案。小空，苏珊娜，我有想法了。其实，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无貌者的真面目了。真的吗？苏珊娜，你还记得无貌者第一次在长空室出现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吗？我记得他们好像袭击了长空室的一间废弃化工厂。没错，事实上从那时候算起，在他们袭击的目标之间都存在一种共性，那就是所有袭击的目标都和医疗技术有关。化工厂是制药公司的下游单位，昨晚被袭击的仓库也是存放偷来的医疗用品的地方。另外，我们在居民区里遇到的那个喝醉酒的人，他被抢劫的也是一间药房。至于刚才被抢劫的安全屋，恐怕他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生物数据库，而是想拿走那些样本和器械。原来是这样嘛！我还以为他们肯定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，特意来销毁生物数据库。仔细一想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被我们提取到指纹或者毛发，没必要特意来袭击数据库啊。而且我怀疑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是我们的安全屋。所以，无貌者的目标也和那个仓库的主人一样吗？他们也想倒卖医疗用品，在黑市上卖个大价钱？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。首先，他们和世界蛇有某种关联，甚至直到世界蛇已经覆灭的现在，
还能驱动那么多机甲进行战斗。我想，至少在金钱方面，无冒者应该没有什么烦恼。而且，警察们不是至今也没有追回任何赃物吗？在市面上流通的货物，即使是黑市，也肯定会留下痕迹。希儿姐姐的意思是，那些赃物都被无冒者自己留下了？可是，他们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大量的医疗器械呢？总不会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人生病了吧？不，我想，无冒者的成员们都是不会生病的。说到底，其实无冒者的真实身份就是……虽然他们持有世界蛇的机甲，但仅凭这点不能说明问题。世界蛇的成员多数是人类信徒或者理型，但无冒者留下的特征和他们对不上。他们的真实身份应该是……说到底，其实无冒者的真实身份就是……之前调查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一些违和的地方了。无冒者从来不会被人目击到脸，也从来不会留下任何指纹、体液或者毛发。但是他们在行动的时候，行事作风看起来又不是很谨慎。他们可能会被小孩子目击到行动过程，也可能被迫和赶来的我们交火。他们的行动给我一种矛盾的感觉，就好像是一个人做出了极其周密的计划，但却没有能力把计划的每一部分落到实处。打个比方说，无冒者组织有一个灵活的头脑，但身体的协调性却不足以支撑他们做出复杂的动作。他们就像一个个提线木偶，只能蹒跚地前进。这样看来，无冒者不会留下生物学证据，也不会被人目击到脸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动非常隐秘，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被人目击到脸，没有办法留下生物学证据。这……难道说……另一个旁证就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这节义肢，恐怕它的主人并不是只有这一部分身体是仿生义肢，而是全身都由同样的结构组成。无冒者就是一个由低端仿生人组成的团体，所以即使有人看到了那斗篷下的面部，也只能看到一片模糊。成年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以为自己只是没有看清对方的脸。孩童如实道出了真相，却无法被其他人采信。甚至他们就是为了隐瞒身份，才会人人都披着斗篷吧。只要给假人披上人类的衣服，大家就会下意识地把他们当成同类了。所以，无冒者是一个以抢夺医疗器械为目标而行动的仿生人组织。奇怪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仿生人也需要使用医疗器械吗？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但至少只要知道了目标，我们就有办法预测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了。不是预测，接下来我们要掌控他们的行动。